嗨，大家好，我是吴老师，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你知道每年除了家里要大扫除之外乐器的大扫除也很重要吗？保养乐器的重责大任绝对不能少哦。本集影片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保养你的二胡吧。一年一次的胡琴大清洁时首先吴老师都会先把二胡上面的配件消耗品全部拆除。这边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还不会绑千斤线，或者你对琴码的位置有疑虑，那建议你不要把琴上的配件都卸除哦。我们胡琴上面的琴弦、琴码、垫部、千斤线、琴弓，这些都是消耗品。严格上来说其实蛇皮也算是消耗品，只是需要更换蛇皮的时间点每一把琴都不一样哦。在卸除的过程我们先跟大家提醒，如果需要更换琴弦，那一定是拆一根琴弦再装上一根琴弦，因为如果把两根琴弦都同时卸下，那千斤线可能会松脱，而且会跑位哦。如果使用者无法自行恢复，那很有可能就需要跑到琴行或者请你的老师来协助咯。当我们把琴上的配件都卸除后，就可以看到琴上很多原本无法察觉的脏污。这些脏污可能对你的演奏或者音色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感觉自己琴的音色开始有浑浊感，可以先将自身琴体先保养过，再去确认是不是琴体出现状况哦。吴老师都会使用这罐绿色的去松香液来去除胡琴本体上的松香污垢。这瓶去松香液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拿出一块干净的干燥棉布，将液体沾在干布上，再擦拭到琴体，并且来回擦拭到琴体松香去除为止即可。记得不要直接将液体往琴体上倒过去哦，这样很可能融化琴体的结合点上的胶。以前我有位可爱的学生问说，老师可以用碧丽珠来喷吗？我就说，什么是碧丽珠？他说，是地板的亮光漆的。当我们把琴体上的松香都去除的差不多后接下来就轮到蛇皮啦。这边我会用酒精一起来去除蛇皮上的松香，这边一样将酒精喷洒在干布上，由上往下的在蛇皮上擦拭，记得不要来回擦拭哦。如果没有烫皮的蛇皮，会很容易把蛇皮的鳞片刮除，请大家务必牢记我们使用酒精来去除松香，主要是因为酒精很能快速的挥发，千万不能用其他液体哦，否则蛇皮很容易受伤。当我们把琴体跟蛇皮清洁完毕后，建议大家可以去找一支刷子，这支刷子可以帮助我们清洁一些较小的细缝，比方说琴的底托两侧，这是极为难清洁到的部分哦。把这边清洁干净，是不是你的琴就干净又舒服呢？琴窗当然也可以清洁哦，这边给大家一个小节，琴体的木料跟蛇皮都不能用水或其他溶剂来做清洁，需要使用专业的溶剂或酒精来做清洁。如果清洁不当，可能为琴体带来脱胶或蛇皮有毁损的问题哦。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步步还原这把胡琴吧。我们的频道开启了线上商店哦，商店内的胡琴用品都是吴老师亲自使用过，真心觉得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哦。如果你还在思考要如何清洁自己的乐器，没有好用的工具或琴弦，都欢迎到我们的线上商店选购哦。通常吴老师会先把琴弦装配回去，请特别注意，内弦要装在上面的弦轴，外弦要装在下面的弦轴。当你装错后，声音可能变得非常有特殊感哦。有些学生就会问了，老师琴弦哪一根粗哪一根细通常我会告诉学生说，就用你的手去摸摸看，粗细就会很有感觉哦。
记得出的是内弦，细的当然就是外弦咯。琴码通常会直接沿用旧有的即可，除非琴码的两侧已经有明显的刮伤或缺口，不然其实沿用就好啦。这边可以给大家观察自己的琴码，如果已经有很多松香在上面，也可以使用先前的刷子将松香除干净哦。琴码中间的洞口可以使用棉花棒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把琴码清得非常的干净咯。琴码摆放的位置大约就是琴筒的正中心，也可以说是六角筒身的对角线位置啦。这样大概应该就记得了吧？垫布或者我们称为滤熨布，如果沾满了松香，也建议可以更换一块哦。只要用手摸着垫布，感觉有结块，那就是松香已经过多的沾满了。滤熨布的材质真的非常多的样式，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不一样的材质，但是千万不要乱拿自己的衣服来剪啊！接下来是所有胡琴人最讨厌的大魔王——绑千金线。一个好的绑法可以让一把琴的音色有很大的发展可能，所以如果不会绑千金线的琴友们啊，务必找自己的老师协助你哦。另外，每位老师绑的千金线尺寸方法也不太一样。如果你还不知道吴老师怎么绑千金线，那欢迎到资讯栏位或者右上角去点击之前的影片哦。我们有机会再来录一集讲解千金线的绑法及规格吧。最后，你需要将弦上的微调给它摆上去，记得微调摆放的位置也要稍微讲究一下哦，不要让两个微调碰在一起，能够让微调在千金线及弦轴的一半位置，也就是1/2处，这是最好的哦。微调有非常多的种类跟款式，吴老师这边唯一推荐就是这种德制微调。老师啊，真的是德国制造的吗？上面就写 Made in Germany 啊。最后，我们就可以将胡琴的音准调整完毕，这样就可以完成年度的胡琴大扫除喽。是不是琴的音色也整个恢复了不少呢？以上就是每年吴老师会为胡琴做的大扫除，是不是觉得琴的维护非常的重要？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些工作交由专业的胡琴维修师傅去代工。缺点就是必须要付出点时间来做等待哦。我是吴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